没有画工笔的朋友？有没有？那么像这样一个画，你要是画工笔，可能要你一天都画不完啊！就这一个花头，可能你一天都晕染不完。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啊，你看，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你看很简单，笔尖上调了颜色之后，咱们只需要把它压一下啊。我继续，对，稍微扫它一下。那么咱们今天这个花啊，就是让大家也感受一个不一样的。你看这里边继续，我现在笔锋的颜色淡了，我轻轻的把它扫一下。好，现在咱们再继续，笔尖上你看白颜色啊，需要它稠的时候，咱们稍微把它笔尖上点一个颜色，然后呢，你看。一直扫下来，这是第一笔，第二笔，你看淡淡的压一下，只需要压一下，你看就可以了。你看，是不是？只需要压一下，它下来就可以了。点染这个颜色的时候，看笔尖上的颜色一定不能调的太多啊，不要把你那太白颜色一下子都调到咱们笔锋上，只需要在笔尖上我点一下，而且点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咱们一层一层的点它，啊，你看第一笔先从外边走，对，那么下来笔尖上的白颜色是不是都到了咱们的这个外边的反瓣上了？那么下来以后啊，第二层就从哪里走？从这里，你看，只需要咱们把笔根扫一下，你看这里，你看扫一下下来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这样它自然的它就有了变化了。待会儿干了以后啊，我们再会执行这个是第一层，下来只需要提一下。那么现在再继续过来啊，今天啊，我也是和大家今天也是中午啊和大家聊天呢，我随便也和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给大家带的这个毛笔，我都记着我高考的那一年。哎呀，我们画的那个，我考的是我本来是最喜欢的就是工艺。啊，考的工艺美术，然后呢，就是创作的时候，我都记着，当时设计的那个是一个方形的那个方巾儿。呀，我那个颜色，当时那个中央美院的一个老师看了以后，招生的老师看了以后说，哎呀，画的好漂亮呀。但是呢，说，哎呀，你的毛笔不行，我都现在都可感动。正在考试的时候，人家那个老师送给了我两个那个勾线的笔呀，因为当时嘛在正考试呢，你想那个老师给我送了笔，所以我哎呀一辈子都能记得毛笔的重要。所以为什么给大家今天啊用了一个，给大家最后说把毛笔带给大家，真的有时候工具不行啊，也是把人能急死。所以当时考的时候，哎呀，我那会儿心情真的好激动呀！那个时候小嘛，还不到18岁，我第一年考的时候才17岁嘛，就是因为年龄太小了，第一次啊那个考试的时候人家没有录取，因为年龄太小不够18岁，所以说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的。哎呀，那个老师一直让我现在好感动。那当时人家一想，我们是山里的孩子嘛，山里的孩子。就没有用过那么好的毛笔，也没有见过。过去不像现在，这有网上还可以去买，过去哪有网上买的这一说嘛？那用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木炭条，就像我今天给大家说打形的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给大家推荐？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到河边去把那个柳树枝自己把它就是那个长的那个绿颜色的时候啊，那个青颜色的。回来以后，把它放到那个小罐里边，剪成一节一节的，放到小罐里边自己烧的。所以说这个非常好用。但是这是前边的时候，我突然在网上发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和厂家联系了一下啊。那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好用的东西也带上了。咱们小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去。那么像现在哪有还有说是网上这么方便，想看哪一个老师画画，哎，手机打开就可以。那个时候就是想看一个画册都没有啊，真的，我就是记得，哎，有时候一个画册，那么小孩子到人家的画那个书店里去，人家不让我动，
说这个不能动。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学画，哎呀，真的好可怜。哎呀，我就是在那儿看看看，人家说这个你要看，你就要买了才能看。你想有一个画册，一个画册好的都是大几百米，那个时候哪有几百米去买一个画册啊？那么一个颜料，哎，几块钱的颜料都不舍得买。所以说我也是从那边过来的。为什么大家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咱们的课程给大家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福利价格？我也希望真的有更多的朋友啊，和我一样，我是70年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年龄的朋友，所以说让大家能够都学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木炭条用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不要太重啊。下手的时候，你只要你自己能看得清楚就可以，对吧？那个一弹就掉了，而且一上颜色啊，一上咱们的颜色，它自然就掉了。所以说用干布啊，一定记得用干布把它弹一下。那么咱们给大家绘画的过程，不仅仅是画材上我有好的东西，我就给大家推荐。咱们一个就是绘画的方式，你看咱们今天画的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工笔在里边，是不是？咱们就把工笔的这个细腻和咱们的这个国画的这个韵味结合到一块儿。现在啊，你看现在的颜色就淡一点了，对，笔尖上水多一点，咱们把它扫一下。那么像这个反手扫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你的纸啊，可以转一下，都可以的啊。那么像这个反手，对，扫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稍微转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润润的感觉就出来了。你看现在我就要收拾了，调整咱们的这个画了啊。那么你看反瓣的地方，我稍微给它重了一点点，是不是？现在就要一层一层和大家分享。那么反瓣的地方，你看重一点，笔尖上的颜色啊，那么都是由咱们最重的地方，你看压一下，让它自然的就晕染了。现在笔尖上就水要少一点点了啊，那么只需要把它，你看压一下，笔尖上压一下，没有晕染到的地方，咱们给它晕染一下。谢谢谢谢，家人们送出了这么多的小心心，非常感谢。也谢谢莫，谢谢谢谢。那么咱们再继续，你看，把每一个花瓣啊，尖尖的地方咱们扫一下，结构的地方扫一下，这样的话才这个花瓣呢一层一层才会更白的啊。就是说你用了之后，咱们的画材如果用了有什么问题，别忘了随时和咱们沟通啊。那么需要什么都可以和咱们随时沟通。现在咱们笔尖再来啊，我为什么给大家说了，咱们的这个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来分享这种绘画的开心和快乐。可以说我的对绘画，除过绘画就是绘画，真的也就是我的挚爱。那么我对绘画这个好多的方法，大家也看到了。像咱们大协议里边给大家分享的洒水的，是不是？那么水珠怎么来的？咱们没有用胶啊，咱们的课程什么都不用，就是咱们的国画颜料和咱们的宣纸啊，简单快乐，让大家跟着咱们学国画啊，没有用胶，不是说老师不会用，而是我不想把那个搞得那么复杂，咱们用就是很简单的方法，但是同样可以画出像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协议的。那么像工笔的画法是不是？那么咱们洒水的出来以后，就是大家说，哎，像用胶冲出来的，咱们那个没有啊。还有咱们的泼彩课程，是不是？那么现在啊，咱们继续看，看笔尖上我提一下。那么现在咱们这个花呢，一层一层的立体感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怎么能把这个画出来，立体感画出来？你看笔尖上现在啊，咱们只是。点它一点，点它一点，继续提一下。那么现在的这个花瓣呢，它就会一层一层的。对，大家也看到了，你看我压一下就可以，你看立体感一下子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啊，咱们你看再继续。今天啊，这个咱们给大家最后的时候啊，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是一个重彩的那么
我把这个最后给大家要处理一个啊。那么虽然是秋天的秋荷，但是秋荷它仍然是非常漂亮，它有它秋天不同的韵味儿。你看，我现在再把它有的大的花瓣啊，再把它稍微提一下。好，那么现在这一步啊，咱们就不管它了啊，咱们就不管它了，让它继续干去啊，干一会儿。然后呢，咱们给它把蕊丝点一下，蕊丝点完之后，看一下今天的荷叶啊。今天给大家画荷叶的时候，那么不会画荷叶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今天啊，这个荷叶我会给大家再画一个啊不同的荷叶。还有哪一个地方啊？看需要收拾的，再把它收拾一下。那么里边的花瓣看就调一个牛奶状啊，调一个牛奶状。对，咱们看把它扫一下，一定记得啊。里边的花瓣咱们调一个牛奶状，那么它待会儿干了以后啊，它这个颜色自然就有了一个变化。你看，现在这是第一步，我把它放一放。咱们现在看一下蕊丝怎么画。蕊丝呢，用咱们的小号笔拿过来啊，这是咱们的小号笔。然后呢，咱们太白色，记着啊，太白色不要加水啊，太白色不要加水。然后用咱们的藤黄色。你看，我直接啊就用太白色笔尖上提了一下啊。那么今天看过来，咱们的蕊丝也就是咱们最后画冷点睛的时候，那么小蝌蚪一样的尾巴啊，你看一组一组去画它。现在再继续啊，刚才觉得太美了，画没有画完啊。那么一组一组的画它，你看压一下。咱们这个尾巴的地方一定是朝着咱们莲蓬的地方啊，尾巴的地方一定是朝着咱们莲蓬的地方。你看啊，现在大家看到咱们有小写意双钩的蕊丝，今天这个啊，咱们就没有用小写意双钩。你看，让它一层一层的跟着咱们的这个荷花的结构出来。你看，现在我用的一号笔，你看继续。那么蕊丝点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看这边的蕊丝，我只需要这样笔压一下。好，现在你看一步一步的，咱们把它点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太白色点的时候不要加水啊，不要加水。你看这里再给它点一个小一点。那么蕊丝点的时候也是一组一组的啊，也是一组一组的。啊，你看现在我就要给它有的地方再加一下。好，那么今天啊，咱们蕊丝的地方大家也看到了，咱们把它是不是啊已经画好了？那么像这个边边啊，有的地方觉着没有晕染到的，你看我稍微把它提了一下。咱们现在啊，再注意一下，咱们所有的这个花瓣啊，刚才这个是白颜色，我拿一个，再拿一个。现在干了一会儿了，咱们再拿白颜色啊。把咱们的花瓣的边边啊，有的地方再把它提一下，你看，只是尖尖的地方提一下，因为现在我要画背景了啊。那么我现在要给大家画后边的叶子了。这是咱们今天啊，尖尖不够白的地方，咱们现在把它再提一下。好，现在我要画咱们的叶子了啊！咱们的叶子，我把它稍微设计一下啊，我们把它设计一下。我叶子画到这里，画一个圆圆的叶子。今天啊，那么荷杆画到这里，咱们荷杆的位置我把它勾一下啊。今天你看，我现在啊来一点墨线，把咱们的这个荷杆的位置我勾一下，大概把它拿咱们的墨线勾出来。那么今天我看一下荷杆画哪里。我们画这里，
今天啊，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比较漂亮的荷杆啊。那么我大概把它画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荷叶呢，它是一个扇形的，是不是？那么这里你看，我从这里分享过来啊，也让大家看到，你看到这里，那么下来这边呢，从哪里走？咱们从这里那么荷叶让它秋荷的荷叶，大家也知道，就是有斑斑驳驳的感觉，是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大概这一个荷叶，那么下来这边咱们给大家再来一个荷叶我让它有一个卷起来的吧，那么也让给它画一些有小洞的地方。我把这个荷叶的边边先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大家也就大概能看到咱们的这个最后的荷叶的位置在哪里了啊？你看，现在我把它定一下，那么这里再有一个斑斑驳驳的感觉，再继续下边这边再画一个小的荷叶这个再画一个小的荷叶，把它的位置大概定出来。那么一个荷叶，两个荷叶，好，咱们再继续看一下哎呀，我这里应该待会儿再给大家画一个荷花，那么等会儿再画吧。好，那么荷杆咱们看过来那么荷杆呢，一笔先把今天荷杆画下来，看用的什么颜色？大家看到我用了一个鹅黄色，是不是？鹅黄色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花青色。好，我现在你看荷杆画的时候，一定是正对着咱们莲蓬的地方。那么这一个荷杆，你看，我把它从这里画过来，这是一个。然后这个荷叶从哪里？咱们从这里，你看，今天大家看到我没有用笔尖的两边没有用墨色，是不是？那么这里你看，我还要给它相交一个，这个有一点点，我是大概把它画一下让它有一个区分就可以。那么待会儿咱今天的荷杆咱们不用那个协议的，大家也看到了，我没有用那个一笔画下来的荷叶。好，现在我轻轻的定它一下。那么现在咱们就到了画什么的时候了。我今天给大家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荷叶。好，现在颜色今天关键要墨色了，毛笔拿出来，看过来今天关键的颜色要用什么颜色？要用咱们的鹅黄色。我今天要用鹅黄色，最关键的颜色今天要多用一点鹅黄色。还有什么颜色？还有今天要用藤黄朱标，那么赭石色，今天要用赭石色了。赭石色，再一个咱们的焦茶色咱们的焦茶色，咱们看过来，先调什么颜色了先调什么颜色了？咱们先调的是什么颜色？先调了一个藤黄色。那么现在看过来，我先调的是藤黄色。这个藤黄色从哪里走？你看，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让大家也感受一个不一样的。你看，笔尖上从咱们的刚才的这个荷叶的边边，那么下来，你看，我继续印染。所以说今天大家可能看到是，哎呀，这么黄的颜色，吓人不吓人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笔尖上我再调了一个什么颜色？一点点的鹅黄色，这刚才是藤黄色特别边边的时候。那么染的时候通过晕染的形式，今天我没有勾麦线了今天我没有勾麦线，今天我不勾麦线，今天和大家再分享一个不勾麦线的。那么现在继续，我这里给它的荷叶的边边，你看，都加了一点颜色了都是咱们的。我今天不勾叶脉，到最后
我用点染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叶脉。所以说啊，咱们每一个课程啊，给大家尽量都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不喜欢就是说给大家一个重复的模式，也希望就是说把我喜欢的、我知道的这一些都和大家分享。那么现在笔尖上看过来啊，咱们有一个什么颜色？我再点了一点点焦茶。那么现在看到的一个一个叶子，我和大家分享黄黄的叶子，大家没有画过这么黄的叶子，是不是？所以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一个黄黄的叶子。从外边一直往里边走你看，现在再继续笔尖来一点点图标色。现在到晕染叶子的时候，那么咱们就快了你看大笔蹭蹭蹭的就开始了现在再继续调，我要调一点点什么颜色？焦茶，先来一点点花青。那么这里继续。所以说今天先没有画叶脉今天先没有画叶脉，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到最后和大家再分享叶脉。再继续调什么颜色？调咱们的焦茶色继续调焦茶色。这里你看。这个也是水空嘛水呢稍微多一点，水稍微多一点这里就水稍微多一点点。不同的叶子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还没有画完，到最后大家就会看到咱们最后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那么只需要看我怎么调色用笔毛笔是怎么用的。现在晕染的时候，看点染的形式，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也说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叶子，黄颜色。大家肯定没有看到过说，哎呀，哪一个老师画的是这样？所以说今天这个不仅仅是咱们的重彩，我就把泼彩的一些这个又给大家分享到咱们这里边那么这里咱们要一个重重的颜色了，你看。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就是让咱们的颜色呢，它一点点的就要有变化了。点染的形式这个到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让它晕得太厉害。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咱们再继续看过来，我要调焦茶色，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花青可以来一点点烟紫色都可以。现在没有用墨色我现在没有用墨色。现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没有用墨色，继续焦茶色，加一点点花青，加一点点花青色，也可以再来一点点烟紫色。咱们从哪里走？你看，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颜色是不是重重的颜色？那么这个叶子它就有了变化了。待会儿要给大家画那种留的洞洞，还有咱们的叶脉今天我要用点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叶脉，让大家再感受一个叶脉不同的画法。咱们上一张作业和大家分享是用什么颜色？大家知道咱们用的是太白，是不是？那么今天和大家再分享一个叶脉的形式我呢也希望就是说课程给大家都上一些大家喜欢的，那么让大家在喜欢中才能去坚持的去画。如果说大家不喜欢的话，那么
啊，如果上的课程大家不喜欢，那么咱们的课程都没有上课的那种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会给大家就是和大家沟通，那么喜欢的咱们给大家上到课程。你看到这个合杆的地方啊，咱们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今天合杆我没有勾脉线？这个就是不勾脉线的原因啊，因为它勾了脉线之后啊，咱们这个重颜色一上，它又挡住了，所以说今天没有勾脉线。你看，当它合杆的地方，现在我们把它留一下。合杆的地方，咱们把它稍微留一下。你看，现在继续啊，咱们把这个叶子画完。那么这块啊，也是稍微要重一点点。你看，点它。现在没有加墨啊，一定记着，现在的颜色里边咱们没有加墨色。只是用的咱们的颜色调的啊，你看，这些我这块啊没有染到的地方，咱们把它重一点，这一块啊重一点，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花青和咱们的胭脂色，对，但是不要加墨色啊。现在你看到的重重的颜色里边没有墨色。这个都没有墨色，那么现在咱们这个花呢，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就有了？啊，这个叶子和花的这种立体感就马上就出来了。然后这里啊，这里继续，你看。有衔接的地方，我这一块啊留了一点点气口，那么这里呢，咱们留了一点点的气口，看过来，现在咱们这个笔锋的颜色啊，笔锋的颜色，那么我现在就要点什么了啊？点它这个叶子整个的变化了，现在这是第一步。啊，这里还没有画完，还上面还有一个小的叶子，咱们继续啊。小的叶子画完之后，咱们再继续点它的叶脉。今天的叶脉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点出来的叶脉。好，咱们分享一个点出来的叶脉。现在呢，看到的这是咱们加一点点的黄颜色，里边稍微有一点点绿颜色。对，上面是最黄的颜色，那么下边呢，稍微我加了一点点的绿颜色。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的基本的颜色出来了，是不是？基本的颜色出来以后，咱们就要收拾它了啊。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咱们会给它怎么样去？你看，现在我们一点一点的点染它啊，就到了收拾的时候了。大的画出来之后，咱们就要到它收拾的时候。那么收拾的时候看过来，上边的叶子，咱们就要给它点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那么笔尖上加一点焦茶，再加一点点咱们的胭脂色加墨色，从这里最重的地方，你看我给它点了啊。先把什么点出来啊？咱们你看，我现在就用咱们的这个颜色，我把它的脉线轻轻的画一下啊。那么现在啊，看过来，我把墨线轻轻的画了一个墨线出来。这个可以画它的叶脉的叶心都可以。那么现在就根据这个颜色啊，咱们去点染它了。刚才墨线的地方，咱们去点染它。你看，我现在就给它墨线的地方开始。那么大家只看到隐隐约约的有一个墨线，所以今天的这个啊，不要勾它的，不要勾。那么点它，用点染的形式，咱们点它。好，现在
咱们继续啊，继续点。以上啊是咱们的焦茶色啊，焦茶色加一点点花青色，我把它揉一下，揉匀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是生宣纸，它自然会晕开，所以说大家可能想着说，哎呀，老师这个怎么点出来的？这个就是咱们晕染的时候，它自然会出来的。你看现在这种叶脉的感觉是不是慢慢的就出来了？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啊，咱们再继续焦茶色，可以加一点点花青，加一点点墨色都可以。你看我到这个啊，有的地方就要给它稍微重一点了。那么叶子啊，边边的感觉，咱们怎么去画它？这个先不管它，咱们刚才叶脉还没有点到的地方，我继续。这样的点了之后啊，你就会隐隐约约的感受到咱们的这个叶子的变化。刚才画的黄黄的叶子，我通过这个颜色的点染，因为这个课程做完之后，咱们就到了东河啊，那么也会给大家做一个东河的课程。今天现在看到的是咱们这个秋河的系列，那么画完之后啊，大家现在我这个给它再露出来一个花苞苞的感觉。我现在咱们给大家这一块儿，我再来一个露出，我用墨骨的形式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花苞，让它露出来一点。那么今天这个给大家画完以后，我也给大家说了，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种彩的课程，大家待会儿看完你就知道我这个画会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喜欢中去坚持啊，你看。咱们这个我给大家用一个带一点点这个墨骨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花苞。你看这里露出来一点点，让它隐隐约约的只露出来一点点。现在大家看到我用墨色了，那么今天也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其实这个颜色的对比色出来以后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现在用的是墨色，现在就用咱们的墨汁了。现在我就用咱们的墨汁了。你看叶子让它开始晕了，咱们继续。你看，今天也让大家感受一下种彩课，其实不是说平时给大家泼彩的就是那个实色水色，也可以。你看，也可以怎么去处理？好，我现在给大家继续那么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墨色和咱们的这个画结合出来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看这里继续看过来。现在用墨现在咱们用的是墨色，刚才的叶子没有用墨现在呢用的是墨色那么墨色呢，为什么你看我这个荷杆今天没有画勾线？大家现在就知道了为什么没有画勾线。哎呀，边边小心一点我这又不小心画出去了。看这里，让它都有一个变化。所以说今天这个给大家也画一个种彩，这是一个真正的种彩课程。因为平时给大家画的就是色彩的比较多一点，今天咱们表现一个秋荷那种秋天一个是秋天，一个刚才大家说了收获的季节。那么现在老师水是蓝色，可以用太青蓝代替墨吗？今天这个不要用太青蓝，你今天这个就按照我的走，就按照咱们的这个墨色走。今天大家不要用太青蓝，今天这个那么
这个作品啊，今天咱们这个作品，我希望大家画的时候啊，就跟着我来画，我的颜色晕染什么，大家就晕染什么。你到最后你就会看到咱们这个画面，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如果用太青蓝，我会给大家说的。咱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大家最后看过来以后啊，就知道咱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全部是真正的种彩课程。现在啊，咱们继续点染。今天的这个不要用太青蓝啊。那么现在我继续，今天专门就是给大家用一个墨色分享的一个啊。毛笔太干了，我再加一点点水。那么因为太湿的话啊，我怕就是晕染到外边，所以呢，这个毛笔上水就洒了一点。咱们今天这个我画完之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都是墨色啊，都用墨色把它晕染一下。你画啊，这个东西，这个色彩啊，这个变化是非常漂亮的。那么大家看到咱们画泼彩，大家看到蓝的一抹颜色。那么今天的秋荷给大家又是另外的一个感觉。待会儿呢，我会让大家看一下咱们这2天给大家准备的课件啊，也是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现在你看，我在给这个墨色里边加了一点水啊，毛笔太干了。你看，现在咱们来晕染它。我现在用的是4号笔啊。咱们这个就是你用3号也可以，4号也可以。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也说，这里的我今天用的是一个白颜色墨谷的白荷，露了一点点，我就是让它只露出来那么一点点。咱们这个还待会儿要点染这个叶子的边边。那枯荷是枯荷，因为我就觉着啊。枯荷是一种精神，真的是象征了一种精神，有时候就是说，枯荷就像咋说的，它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秋天，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秋天就是秋荷，大家看到了一种衰败，就像我们到了中年一样，千万别说咱们到了中年的人啊，咱们中年的人就是老了，但是其实到咱们这个年龄啊。其实生活才是更加丰富的，不管是对生活的认知，还是对人生的感悟。那么我就觉着，就像秋天的荷叶一样，荷花一样啊，它有了一种期待，经过了一个盛夏经过的经历，它经历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咱们也是一样，到了中年以后，咱们可以说把人生好多的东西都经历了。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咱们就是说在冬天，你看为什么说荷塘里边我都是去年的莲蓬啊，我摘的今年都有，还是在水中过了一个冬天，但是呢，莲蓬拿出来，它仍然是那么漂亮。所以说我给大家也说了，人生其实跟咱们的这个绘画是一样的。那么到了现在的年龄，我希望更多的给大家多一点自己的喜欢，对，通过自己的喜欢，因为咱们也经历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啊。我刚才也说了，我是70年的，那么也知道70年的人，咱们小的时候的生活和现在那简直是截然不同的2个概念。那么现在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开心快乐每一天。那么通过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喜欢的绘画呀，让自己多一丝开心。所以说秋天的荷花啊，我画的也比较多，它也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等待。那么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个，你看我今天这个没有给大家用蓝颜色，而是用一个黑颜色，我也是70年的。咱们也应该为自己活一下，那么让自己多一些开心。你看，现在我就要用墨色点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给大家也画的非常详细啊，我就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平时你只用到了一个红黄蓝，那么今天的课程你看更多的是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对比色。那现在你看我就要画什么了？
叶脉的地方，你看，今天给大家也说了，今天的叶脉我会给大家用一个特殊的方式，那么和大家分享。那么现在啊，你看一点点，是不是？大家看到咱们的这个黄黄的叶子，那么这个叶脉的地方出来了。我现在看一下，大家上面有一个洞洞没画上墨色，对，这个洞洞我看到了。啊，咱们大家知道最后的一步啊，就是小心的收拾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洞洞就是没有画上墨色，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看今天啊，咱们用的这种绘画的方式，那么和大家平时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说我希望咱们的课程啊，每一节课程都是给大家非常精彩的。那么让大家一直在喜欢中去坚持，好不好？现在呢，我看咱们的叶脉啊，我再把它稍微点一下。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大家看到咱们为什么今天没有用墨色勾啊？咱们今天没有用墨色勾脉线，而是用了一个什么颜色？还是我用的这个颜色来晕染它。我刚才也说了，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一个不同的荷叶，那么让大家再感受一下，你看墨色的变化，你看。现在咱们再继续给它再来一个颜色，你看，今天点一下。那么这种啊，就是咱们在墨骨画里边的一种，就现在和大家分享的啊，就是咱们墨骨画里边的一个冲染的过程。对，用颜色去冲染，用水冲染墨色，用墨色冲染。那么现在你看，我这里就继续点它。那么看到这里还有一个黄黄的，把它点了啊，不让它留颜色了。那么你看，今天这个啊，现在呢和大家也就分享完了，是不是？我看还有哪里要点的，还有看哪一个地方没有点到的，咱们可以再把它继续点一下。啊，那么这里层次感还不够，是不是？我现在你看画完之后啊，我现在给大家再说一个，给大家也教一招啊。每次画完之后，画的时候啊，不要看着一笔画一笔，而是画一会儿停一会儿，啊，画一会儿停一会儿，看一下还有哪个地方需要咱们再把它收拾的，还有需要哪个地方颜色再稍微重一点的，咱们到最后你看把它再收拾一下。让这个叶子呢，它的层次感更多一点啊，漂亮了，大家觉得今天的这个也漂亮。那么今天这个喜欢不喜欢？喜欢真的把这个就给大家上课程了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给大家上到课程里啊。睡一觉起来，老师画这么多了无关。今天这个很漂亮吧？今天这个画呢，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下怎么去落款。落款的时候，咱们右边不能落，左边刚好是这个大大的黄叶子的地方。咱们落款的时候，把它落到这里。那么写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名字可以写小一点，不要写的太大。落章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给它落一点点，我今天稍微给它往左边来一点点。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画呢和大家就分享完了，咱们下一节课和大家再见。